你这一晚上都没消停过，微信步数超过2万步了吧？我实在害怕，老爷子现在可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。我们都会看着他的，放心吧。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吧，我工作的第1周就闯了个大祸，DICC 的管子断在病人体内，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。啊？断管在血管内到处游走，非常凶险。后来呢？后来那病人就开了大刀，遭了很大的罪，才把管子取了出来。幸好那个病人的预后还可以，我们也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原谅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刚参加工作，新人犯错难免，但是早犯错就要早长记性，避免以后犯更大的、不可挽回的错。”护士长，这次的教训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其实，在咱们临床啊，很多的经验教训都是病人给的。其实任何职业都有新手期，但我们的职业太特殊了，我们哪怕就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，在病人那儿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要牢记教训，把愧疚换成行动，在日常里面多一份关心，再加倍的努力。姜老师，对不起，让彭老师受了苦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这次就是我的失误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着急了，就是我技术不行，我不给自己找借口，对不起。姜老师，小杜还在专科培训期，他操作失误，我这个代教要负首要责任，所以我也再次跟您正式道歉，实在对不起啊。我们科室已经扣了小杜1个月的绩效，我也会加强对小杜的培训，更主要的是更密切的关注彭老师，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。彭老师可怜呐，本来就病那么重，又多遭了一茬罪。您看，您还有什么诉求，我们都尽量满足。我是很想怪你们，可是知情同意书上也写了，这些都是有概率发生的。而且你们也早就跟我说过，一直插管不气切，可能会有各种并发症。彭老师，他遭这茬罪，也是因为我的选择。不追究了，我也没有其他诉求。可是，方医生，我还是想问问你，如果不气切，彭老师的情况会好吗？我只能说，如果单纯维持现状，不做任何处理，彭老师接下来还会面对更多艰难的挑战。所以，关于气切，我还是想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们暂停了镇静剂，让他清醒一会儿。您试着沟通，他可以点头、摇头，或者是在板子上写字回应您。彭老师，我在这儿呢。是我。彭老师，你听我说，
你不要着急，医生们现在都在帮你想办法。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呼吸，现在他们要切开你的气管。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我记得咱们的约定。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，要不然咱们听医生的好不好？彭茂老先生，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我们必须对你进行器械，当然也尊重你自己的意愿。如果您愿意，就在这上面打勾；不愿意，就打叉。你听我说，现在只有切开，才有希望啊！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，说不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又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呢？所以咱们提前说好啊。可是我听说，越是濒临死亡，人的求生欲就越强。万一到时候我们的想法变了呢？那这样，咱们约定一个暗号，到时候我给你眨3下眼睛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，就不要让我继续活受罪了。到时候话说不出来，眨眼睛总可以吧？那，你眨给我看。你听话，哎，你不要激动。江老师，不要对他生镇静了啊！你打坐轮4毫升每小时。你不要激动啊！您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啊！记得，我记得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我没有忘，我们的约定我没有忘，可我就是舍不得呀，我舍不得。江老师，方便聊2句吗？江老师，2周时间基本是气管插管的极限了。如果您确定不给彭老师气切的话，那么近期我打算给他换鼻腔插管。但是，这个鼻腔插管本身也是有痛苦的。而且它的感染依然可能会加重。明白，辛苦你们了。
我理解彭老师想要有尊严的活着，但如果方医生，我和彭老师在一起整整30年了。这30年里，我们好像一天都没有分开过。我们是伴侣，更是彼此最交心的知己。我们一起生活，也一起在文学的海洋里漫游、对话，仿佛几生几世的风景都已经携手看过。我完全懂他，所以即便再不舍，我也尊重他的决定。能遇到这样彼此理解、彼此支持的灵魂伴侣，真好。是啊，真好。其实我们2个的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从师生变成伴侣，一直背负着很多的误解和骂名。彭老师因此失去了一切行政晋升的可能，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。他身体不好，需要照料，我也放弃了事业上的很多机会。但欣慰的是，我们彼此笃定，从不后悔。今天我请你们2位来，主要是要说一下彭茂家属的事情。医务处多次和家属协商调解方案，但家属最终还是拒绝调解，而且一定坚持要走司法程序，并且要求医院追究你们2个科室的责任。他这么坚持吗？我听说彭茂这次被炸成气胸，他没有追究监护室，没有追究杜文正的责任，他挺讲道理的呀。周准，要不你们那边出个面，跟他道个歉，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们的诊疗过程有据可依，配合程序就好，没有必要为了道歉而道歉。我尊重他的决定。家属也提出了，说如果院方认为医生的诊疗行为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要等着法院的裁决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姜老师，我不管37、21，直接给彭老师做直接，万一还有奇迹呢？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觉得姜老师就舍得彭老师吗？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，身边人再怎么不舍，也只能尊重。你说像彭老师和杜岩他们心思也太难猜了，直接给我整不会了。目前杜岩的情况稳定了一些，也出于经济上的考量，ECMO 可以撤机了。但是他的病根还在，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。这一次虽然救回来了，下一次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。我们只是回到了原点，他还是需要手术。宫体那边目前没听到什么动静，所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。你们也一直知道杜岩的态度，所以我担心撤机后，他的态度依然这么决绝。那可怎么办啊？你别看他平时不说话，这孩子可犟了，要不我们也不会送他去那儿。我们平时说点什么他都不太听呢。你们总说他什么都不听，那你们呢？你们有听过他的声音吗？你们的孩子拒绝人工心脏，你们没有看出来他是在拿命跟你们抗争吗？我知道我们做错了，大夫，您帮我们劝劝他，只要他同意手术，以后他想干嘛就干嘛，我们什么都随着他，只要能活着就行。怎么办啊，樊老师？他爸妈一点作用都没有。
大伙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了，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。你们聊着，我们就在隔壁，有事喊我。怎么样？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行，那以后我不来了。当然，我等着你。出去找我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走。去哪儿啊？跑啊！离开这里！你疯了！被教官发现怎么办？别管了，跟我走。走，快点！快！走。干嘛呢？我在找金鹤。找到了，听没有？就是这儿。你看，我在这做了标记。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？再往前走，大概走一会儿，就能看到一条公路。我们搭车逃回家。你都找到路了，又折回来了。当然了，我肯定得带你一起走啊！金木水火土说好的，肯定不能拆伙。走，快！你怎么样啊？金良，站住，别跑！我不行了，我去拦住他们。你先走。金淼，等我出去找你。之前你跟我说，书院已经拆了，想看看它现在的样子。我去过了，那现在已经是一片油菜花地了，好多人拍照打卡。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儿还有一片后山树林。曾经有2个人误打误撞地进到了那片树林，即便知道有危险，他们也愿意一起冲破它。大伙，我们玩个游戏啊！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我就放在那片树林里。等你好，自己出去找。什么年代？
玩这种小孩寻宝的游戏，敢不敢喽，小孩？这是金淼让我给你的。他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我原本想着跟他道完别就……我知道你之前的生活是有多窒息，也知道你多想摆脱父母的束缚，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对抗。我累了，方医生。我现在已经连对抗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的生活变得密不透风，只剩这一条路可以选了，就是把他们给我的一切都还给他们，包括我这条命。谁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？你已经18岁了，你是个可以自主选择医疗方案的成年人了。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，选择自己想走的路。你不喜欢妈妈给你的鸽子汤，那就不喝。你不想原谅他们，也不用勉强。你可以去找金淼啊，继续你们金木水火土的故事。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的。林主任，后续的手术你来做。明天应该有关于方案的会诊，到时候我告诉你。周主任，方老师真厉害，窦妍这么拧的孩子，他都有办法让他心意回转。我还听他说，这次林主任来主刀，这下窦妍的手术有希望了。林一的手术应该快结束了，我们等等他。嗯。你多带了一款。哦，对。另外一款是国外的产品，今年刚进入国内的，是秦总让我带过来的，供周主任跟林主任再参考一下。我催催他。嗯。周主任。盛主任。盛主任。方经理，干什么？啊，窦妍的人工心脏手术，我来主刀。有问题吗？欧阳经理，开始吧。我们准备了2款产品。第一款是国内的产品，体积比较大，但是动力相对更足一些，
比较适合对动力有需求量的危重患者。另外一款是西班牙的产品，在海外已经上市有几年了，今年才刚刚进入国内。它的优势就是体积比较小。我记得杜岩的体型比较瘦弱，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、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？就这款吧。盛主任，杜岩看起来比较瘦弱，但是因为他个子高，体重还是比较重的，未来恢复之后需要的支持量也会比较大。而且他 ECMO 刚撤机，情况危重，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的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。况且他还年轻，他有机会等到心脏移植的。供体可遇不可求，正因为年轻，他佩戴人工心脏的时间大概率要比年迈的病人会更久。那为什么不选择便携性更好、更有利于患者未来生活的这款呢？周主任不考虑他的未来吗？如果连眼前的难关都度过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谈未来？这款进口新产品对当下危重的重症患者来说流量不足，也还没有充分的国内临床数据。我是主刀医生，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。周主任不会想拿起外科的手术刀吧？盛主任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还有会诊的必要吗？实话实说，我们心外科的手术本来就不用劳烦心内科的兄弟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杜说林毅被盛年临时安排了一台急诊手术，接不到电话。盛主任要做这个手术，你肯定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秦兄也不知道吗？这个我不太确定。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只准备了国产品牌，临出门他突然把我叫住，让我把西班牙那个产品也带上。据我所知，这个品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完成国内的手术。他们目前还没有国内的使用案例。没有。如果这次使用的话，才是国内第一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也是东丽医院人工心脏的第一台手术？这一切凑一块儿，不可能是巧合。杜岩现在的情况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度过眼下的难关。国内那款人工心脏明显各项数据更加匹配，盛主任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。是，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。东丽第一台，国内第一例，就这2点加一起，宣传噱头就足够了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来？杜岩手术会诊你不来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在做手术啊。那你也可以发个消息给我呀。你这样弄得我们被盛主任搞得措手不及。那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啊。林毅，杜岩的这台手术，我还是希望由你来做。为什么？盛主任选择了一款海外的产品，但是我和哥哥都认为国内的那款产品更适合杜岩现在的情况。他刚刚 ECMO 撤机。盛主任是主刀，他对于选择产品有自己的考量。但是他选择那款产品刚刚在国内上市，还没有被使用过。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，他动机不单纯。你要我干嘛？只要你同意做手术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跟盛主任说。说什么？说盛主任，我们怀疑你动机不单纯，所以这台手术你别做了，让林毅做。那怎么说？我们可以再讨论。你也知道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。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、最安全的治疗。他跟小瑞一样，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小孩。一样在哪儿？他跟小瑞一样在哪儿？同一天生日，年龄差不多。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，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跟小瑞不一样，
他就躺在那儿。小蕊已经死了。这个手术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救赎。感谢盛主任，预祝我们这一次手术成功，合作愉快。我们的这个产品能由您来打响国内第一炮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到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产品，为东丽新外，为盛主任好好的宣传造势。我记得盛主任也是下一届东江医学会心衰分会主委的有力竞争者，相信有这一次手术的加持，一定能10拿9稳。哎，这些虚名对你们来说那重要，对我们盛主任来说，那肯定是手术和病人为先嘛。那是，我们肯定也是希望为病人好，为盛主任好，为我们都好嘛。对。来，敬盛主任。来，我们敬盛主任。敬盛主任。主任，请坐。林一啊，我还是想跟你聊聊。改天再说吧。我明天1天的手术。张真，主任，气色很好啊，怎么样？新公司适应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确实也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。我给你点了咖啡。保险理赔审核，就相当于换了一个视角去做医生的工作。我的临床经验还有学术知识也能派上用场。那就好。谢谢主任，也帮我谢谢欧阳经理。我一定好好珍惜，好好努力，好好干。新公司刚开始，多加油啊！你若还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跟我说，不准再跟我客气了。没事儿，现在已经缓过来了。不说我了，今天找您出来，其实是有别的事儿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传的，不知道真假，您就听听。之前我们不是一堆人一起去的欧洲吗？高年资的主任们，他们没有直接收红包，但是我听说，他们给有的主任在海外开了账户，后续产品的回扣他们会直接打到那个海外账户上。虽然这些账户不是主任们的名字，但是里面的资金他们是可以远程支配的。远程支配？比如海外消费、孩子上学、买房、国际医疗、买保险什么的。但如果他们有需要把钱转回来的话，找个理由应该就可以了。哪些主任？要么就是有签单权的主任，要么就是像林主任这样，只做疑难危重、高精尖的绝对主刀。他能决定用什么产品吗？其实我也没什么证据，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现在在这胡乱攀咬。你说我都已经栽过这么大一个跟头了，我是真的担心林主任。要么您跟林主任再核实一下。你来找小然，他还没回来。我来找你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长话短说，我还出去呢。海外账户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对吧？你听谁说的？张真跟我说的。
你就坦坦荡荡告诉我，你说没有，我就相信你。有。林主任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，主要是想让……这个我不能说。不是，您别误会，那一码归一码，我们的产品呢，您该用就用，不合适我们也绝对不会勉强您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替您考虑周全了。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您开的一个银行账户，密码在里头，名字都不是您的，收下吧。小程是吧？哎，对。心领了。行，再说。Here's your check. My card. 张真也真是，自己掉到水里了，还非得拖一个人。你喝不喝？那信封呢？你还了吗？没还。信封，信封在包里。啊，这儿呢。还好你没拆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还了吧。我为什么要还？你想什么呢？海外账号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这有多严重吗？能有多严重？警告？开除？大不了就第二个张真嘛。我去帮你还。你放下。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，不用你每次给我擦屁股。还是你要举报我？你要怎么自甘堕落那是你的事儿，但你这么做会牵连到小然的。我跟方小人的事情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账户啊？林颖拿了什么不该拿的钱？你现在立刻还回去！我不还。这钱是给你的，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起码留给你点东西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你带彩虹线，你知道吗？你疯了！行，又是我做错了。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想做对的事情。原本我一心一意救病人，最后呢？那个心脏供体给了鲁大东，小瑞在家里晕倒，我把他送上救护车，在 GICU 我眼睁睁看着他死，我什么都干不了，这就是对了，这就是我的结局。我们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、去调整，但是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。小瑞离开我们，跟你一样难过。不一样。你有哥哥，你有妹妹，你们不懂我，你们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黑暗，你们不知道我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你根本不懂。对，的确不一样。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，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。你呢？我的家人都死光了，
林毅，你真的这么想的吗？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赤子的心跳，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去世就要微笑着。赤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逆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赤子的心跳。